印度在 G20 外长会议上首次背叛了自己的中立政策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为期2天的 G20 外长会议在新德里落幕，和日前的 G20 财长会议相似，这次会议也没有发表共同声明。主办国印度的外长苏杰生表示，大多数国家都强烈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。他还特别指出，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不同意这样做。这意味着，在乌克兰危机这个最敏感的议题上，这次会议发生分歧的双方比例是18-2。印度首次背叛了自己中立国的立场。除了俄罗斯自己以外，只有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。如果你以为印度真的是站在了乌克兰一边，那又错了。从莫迪在 G20 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来，印度还是在走投机路线，只不过屁股稍稍往乌克兰那边靠了一点。首先，印度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崩坏，自己成为重要的一极。莫迪认为，在当今世界上，多边主义处于危机状态。第2次世界大战后，全球治理框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多边主义在面对全球共同挑战时，无论是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，还是防止战争的发生等问题，都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。从印度高层官员的上述言论不能看出来，新德里政府对美国未能发挥领导作用，对俄罗斯破坏国际秩序都感到不满。因此，印度要保留作为发展中大国代表的地位，参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重构，并且在重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所以，当印度发现俄军已经深陷乌克兰并处于孤立状态时，屁股往乌克兰那边靠一靠，谴责俄罗斯侵略就是其投机性的选择。当然，在这件事上，印度也就是打个嘴炮罢了，不大可能军援乌克兰，更不可能制裁俄罗斯。为了自身的利益，这个国家在外交上仍然会采取左右逢源的平衡战略。要知道，印度在许多方面还有求于俄罗斯，特别是在联合发展下一代的隐身战斗机领域，仍需要俄罗斯的帮助。其次，印度首次赞同谴责俄罗斯，可能还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将战队的压力转到中国头上。在 G20 会议这样的场合，中印一起拒绝谴责俄罗斯，以中国单独拒绝谴责，我们所受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国总是想通过造谣抹黑中国可能军援俄罗斯的方式，企图将中国推到俄罗斯一边，以此离间和破坏中欧合作的大局。印度此次搞的投机玩法，是否有对中国造成压力，并承接西方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利益的意图，也需要密切关注。因此，印度这次口头谴责俄罗斯的投机行动，不能排除是在向西方交个投名状。最后，中国拒绝签字谴责俄罗斯，也不等于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，这是中国选择绝对中立立场的必然结果。中国与印度不同的是，我们既然亮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，要劝和促谈，就不能在乌克兰危机上公开站队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如果中国同意谴责俄罗斯，就等于在道义上站在了乌克兰一边，劝和促谈的底气就没了。说实话，中国坚持中立公正的立场，就是为了给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留下一个机会。因为就算17个国家都要求俄罗斯撤军，俄罗斯也不会撤。打嘴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这次 G20 外长会议，印度耍了个滑头，俄罗斯变得更加孤立，中国承受了更大的战略压力。这也充分证明，乌克兰危机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的霸权。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战场失败了，将是西方的胜利；而乌克兰要是败了，美西方国家都不会认可。既然俄罗斯和西方都输不起，那就得一直打下去，直到双方都打不动为止。只要有一方想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了，那么中国劝和促谈的主张就胜利了。所以，只要中国坚持站在和平的立场上，那么时间也将会在中国这一边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